因为主持人谈的是中国的疫苗如何向全世界推广，那么我这里呢，我正好做了搜集一些资料，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两种疫苗，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是怎么产生的。我先告诉大家结论，大家可能听了会很惊讶。中国第一个病例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开始研制疫苗，这听起来很奇怪吧？病例都还没有了，他为什么要大规模研究疫苗？那下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资讯，这些资讯全来自于中国。那么2020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是和一个叫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有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由这两个联盟牵头，成立一个叫做新冠疫苗保障机制。那么中国把它翻译成新冠疫苗实施计划。那么中国是在去年10月8号加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的，这个时候它已经完成了疫苗的，不光是研发，而且完成了制造，大量生产了。我刚才介绍到辉瑞疫苗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记得，辉瑞疫苗去年10月的时候还在临床试验啊，还不能使用。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呢，它是准备给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提供的疫苗资金。那么中国加入这个计划的时候，国务院有一个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有一个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叫郑中伟，他是这样表示，他说到去年年底，中国疫苗年产达到了6亿剂。去年年底，中国的疫苗产量已经到6亿了。那当时美国辉瑞疫苗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美国刚刚过临床试验阶段，去年年底美国刚刚批准。我刚才前面介绍辉瑞疫苗的产能到今年3月数量很小，一个是美国1个星期才能造300万剂，一个是中国到今年3月份才能造300万剂，那是美国辉瑞疫苗。那中国的疫苗呢？中国官方披露说，去年年底已经积累了6亿剂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疫苗得以供应许多国家原因。但是啊，在这个原因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推敲的细节。我们来暂且假设，中国的疫苗生产研发和临床试验的能力和进度已经达到美国水平了，和美国同等水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美国从疫苗开始研制到获得批准，美国是用了9个月，这辉瑞公司的情况。那么研发人员当初都想不到9个月可以走到这么一步，认为已经难以相信，居然自己会这么拼命，做到9个月就让疫苗制造出来了。然后美国的疫苗产能要达到月产能1个亿的规模，又用了几个月。所以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到今年春天全面的为市场供应疫苗，合起来是1年时间。那么去年年底，中共已经达到6亿疫苗的产能了，就是它已经积累了6亿剂的疫苗。那等于说，如果按它的科技水平，就生物科技的水平，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它也等于说它也花1年时间。它去年底就可以达到6亿剂产量，那么大产能已经积累出来了。那它至少得1年前，就是2019年底，或者是中共正式承认疫情之前1个月，2019年11月到12月就已经在开始大规模研发疫苗。那么我查中国的资讯的时候，发现中共的官媒《北京日报》今年3月25号有篇报道，提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讲中共在2020年年初就已经确定了5种疫苗要开始部署大规模制造。那说明什么？在2019年4季度的时候，中共还说它没有疫情的时候，它的疫苗初期研发已经完成了。那么参与这些研发的人，据这篇报道介绍，就包括我以前在节目中提到过的中共军方那个生化武器首席专家陈薇少将和他的团队。换句话讲，中共生化战的
总指挥正在制造疫苗，开始研制的时间是在去年的9、10月份或者11月。那么今年11月16号，中共新华社还有一篇报道，提到说，它的国药疫苗从立项获批到研发建设、生产上市用了330天，而且是在武汉和北京2个地方同步推进。那么这个330天的说法呢，是以国药疫苗2020年12月9号在阿联酋上市为终点的，往前推倒推330天，大体上就是去年的1月9号。我刚才提到武汉封城是1月21号，这个国药疫苗居然在去年1月9号就已经完成初步研制，所以这个330天的说法有一个漏洞，就是去年这个中国的科兴疫苗开始临床试验的时间呢，比美国辉瑞疫苗开始研发还要早几个星期。辉瑞疫苗是去年3月2号开始研发的，科兴疫苗是辉瑞疫苗是3月20号开始决策我们要研发疫苗。那么科兴疫苗是什么时候呢？去年3月2号，比美国辉瑞疫苗开始研发早2个星期，它已经开始临床试验了，就它早就造完了，研发完毕。所以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是在去年11月前后，最晚11月，它已经开始启动疫苗的研发。那么国药的疫苗，就中国的国药疫苗，另外一种疫苗是4月12号开始临床试验。应该讲，这个中国这2种疫苗用于临床试验的疫苗，必须是先完成研发和试制。那么疫苗的研发和试制时间，美国是至少花4个月。那么中共如果也只和美国水平一样，也是4个月，而不是更长的时间，那么它开始研发疫苗时间就是武汉封城这1月21号，2020年1月21号这个之前差不多2个月，也就是2019年11月。也就是说，中共宣称第一个病例发生于2019年12月1号，但是此前1个月他已经知道疫情会在全球扩散，所以已经开始大规模研发疫苗了。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共早就在研发和国内临床试验的同时，准备到国外去临床试验。为什么呢？要为疫苗出口打开通路。所以2020年6月23号，中共在国内还没有使用它的疫苗的时候，国药疫苗已经在阿联酋开始第3期国外临床试验。那么2020年7月21号，科兴疫苗也已经在国外实行做第3期临床试验。当时美国的疫苗还在初期研发当中。假如真像中共讲的，2019年中共只有武汉个别的不明病例，那他为什么会在病例爆发前就开始大规模研发这种疫苗？你肯定确定了是这个病毒的分子链，然后你才能制造疫苗。也就是说，这个病毒中共早就有了。那么这个时间表我这样推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疫苗早在这个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研发了，那中共为什么不停飞国际航班，反而放任病毒通过国际旅客散播到全球去啊？所以这个时间表推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中共是一面让疫情扩散全球，一面开始准备大规模出口从口罩、针筒、防御服到疫苗的相关物资，也就是说，先害人，再以救人的姿态发财。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那如果中共及时禁飞国际航班，那其他国家就不会有疫情了，那他研发的疫苗也就泡汤了，没有用了。那只有病毒全球化了，中共才可能发疫情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中共的做法，它不但是没有良善之心，而且充满了种种诡计。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现在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注意到，美国基本上也没人想到这一点。我倒是可能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这是一个早晚要引起国际关注的事实，那就是从病毒的出现到疫情的全球化，再到发疫苗财，中共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一个病毒泄露问题那么简单了。
有太多的可疑之处值得分析。那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国国内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情形。那么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13号，中国全国疫苗接种人数只有1000万剂。那当时它的疫苗产能是6亿，那么多疫苗不在国内接种，留在那里干什么？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资讯呢，它大规模接种是今年3月份开始的，也就是说，它的疫苗产能达到6亿剂之后几个月了，它才开始在国内全面接种。那么今年3月23号，全中国接种是8000万剂，占它产能的1%。到4月底达到2亿5千万剂接种，6月21号达到10亿剂接种。也就是说，中国的疫苗达到产能之后啊，不是先开始国内接种，而是先对外出口骗钱。这里面呢，当然它出口的疫苗当中有部分是援助，但有相当部分是卖疫苗赚钱的。我看台湾联合报这个6月7号有个消息，他说中共在6月7号这时候啊，已经承诺捐赠和销售的疫苗有7亿剂，销售的范围是90几个国家。当然了，这个疫情全球化、病毒全球化之后，各国是急需疫苗的。美国的疫苗当时还在研发当中，国内死亡人数很多，所以偏偏这时候只有中国的疫苗可以出口。当然，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会向中共求助。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最先开始接种中共疫苗，反倒是欧美国家的疫苗呢晚一些才上市，那客观上就造成一个中国疫苗供应领先全球。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到5月下旬，中国已经向拉美国家销售了1.65亿剂的疫苗。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当中，多数人使用是中国的疫苗。那么这种做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个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也诱惑或者迫使疫苗使用国呢对中共采取有利的政策。但是欧美疫苗上市之后，世界上欧美疫苗上市之前，世界上只有中共疫苗，那没有比较就没有判断，所以各个国家可能以为说疫苗这个效果本来就是像中共疫苗那样的。但是欧美疫苗上市之后，欧美疫苗和中共疫苗的效果对比就可以观察了，那马上中共疫苗的问题就暴露出来，我们今天前面谈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说呢，制造科兴疫苗的公司提交的数据显示说，在接种2剂科兴疫苗的人群中，只有略多于半数的人得到了预防出现症状的保护。那么中共的官方数据说呢，科兴疫苗总体保护效力是 50.65%， 武汉的国药疫苗总体保护效力为 72.5%。 但是秘鲁公布的数据是这样说，秘鲁公布说中国国药疫苗的效力是 11.5%。 秘鲁的前总统和他的太太接种了中国疫苗以后，4月25号发出推文，他们都感染了，检测是阳性。然后巴西的经济部长批评中国疫苗效力没有美国的好。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一个铁杆的朋友，他今年2月进口中国疫苗的，结果全国感染率创新高，上升到感染率到 11%。 这个还有呢，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统和这个总理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之后都感染了，检测出阳性反应。那么匈牙利呢，2月进口了中国疫苗之后，成为全球这个因感染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这就是这个查到这些资料的真实情况。